这是我的首战，我已经准备好全力以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不打算留下任何遗憾。欢迎所有热爱飞盘运动的所有球迷朋友，持续的锁定 Hot Sports 的现场直播，来到位于桃园的元智大学，欣赏1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在我们今天5月10号星期六稍后要进行的下一场比赛，将会是女生组的赛事了。国北交大又来对上的是东海大学，在元智大学现场，温度大概就是介于在25度上下了，大概24度。那现场因为早上8点钟开始一路的下雨所以现场的湿度是非常高，大概有着89%。但看起来这个下雨其实是雨势已经停止了，也希望说待会的比赛就是以现在这个状况继续比赛下去了，也希望后面的比赛都不会再受到影响。那今天后面的赛事呢，依旧是由我周卫林以及我身旁的专业赛评威力吴承宪为大家带来现场直播的服务。赛评你好。主播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要来进行的就是下午场，这个后面还有4场的比赛了。我们今天前面7场的比赛已经进行完了3场的赛事，接下来就准备要进入到这个各个组别的4强赛了，所以看起来应该实力会更接近，而且比赛应该会更加的刺激。对，没有错，这场比赛也是女子组的8强赛，获胜的一方就会进入到4强。那这2支队伍在预赛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对战过了。当时是国北交大以11-0打败东海大学，看东海这次第2次对到国北交大有没有新的策略，可以在国北交大上面多拿一些分数哦。对，因为这个组别呢，它是一组的第1名，这个国立台北教育大学碰上的是应该是第8名了，就是这个后面因为各个组别的最后1名会比积分嘛。是，好，现在持盘的是背号85号的队长曾方珍，也是来自台北市的选手。是，国北交大穿的是白色的浅色球衣，东海穿的则是蓝色的深色上衣。曾方珍的开盘比很多的男选手都来得远他当时也是新民国中的个人赛出身的。是，现在国北交大因为知道东海的控盘选手比较稍微偏少，所以现在用区域防守的部分来做防守压迫。因为2队其实之前已经有交手过1次了，当时比数其实蛮悬殊的，是11-0，由国北交大算是一个这个碾压的胜利就看东海可不可以这个把握住前一次对战之后学习到的一些经验，然后把比数可以看看能不能够追得更接近一点点。好，国北交大的失误。盘权要回到了东海大学手中。更正，现在对，应该是在国北交大手中，没错。好，方珍一个反手找到了68号的子轩。这个传盘其实传得非常的稳是，其实整场队伍里面7位选手大概有3到4位是传盘稳的情况下，推进就会比较能够顺畅但这个传盘一个失误，盘权回到东海大学。而且这个传盘其实一传的时候已经几乎要落地了，对，直接发生了失误。那由于前一场比赛其实是因为大概进行半个小时就提早结束了，所以各队这个东海跟国北交大应该热身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我们先看到国北的区域防守是用背号94号巫怡珍，身材比较高大的选手去影响控盘者。好，看看这一次远距离的传盘，好，被拨掉了。国北交大成功的1次防守。抄截的是62号蔡媚君他是国北交大的研究生，是，也是他们正中的精神队长。他今天改穿背号6号。今天改穿6号。因为其实这2周也这个大会包含威力也其实很常传更新之后的名单，可能各队选手在最后的背号，好，先回到场上，这是一个迅速的得分。对，这个一个看一下这个重播的画面，是，好，2个传导直接往前送。
找到应该是背号10号的韩宇珍得分，国北教大率先攻下分数，1-0暂时领先。开赛进行了3分多钟，国北教大就率先坚持得点，1-0领先。好，飞盘比赛在预赛及复赛都是打60分钟11分制。好，先拿到6分的队伍就会进入中场休息。如果时间30分钟过后，打完该分还没有队伍拿到6分，也会进入中场休息3分钟。对，飞盘运动这项其实是很好入门的。如果您是可能在每一场这个直播才刚加入我们的新的飞盘运动爱好者，我们都会持续跟您告知这项比赛它的规定跟它的比赛进行的方式。好，现在得分之后的开盘是由刚得分的国北教大做开盘。85号的队长。对，方针刚才举手，代表在跟进攻方做示意，进攻方举手之后就可以进入开盘。就算做一个闪应了，跟对方说，准备咯。东海目前是0-1的暂时落后。昨天是这个0-11哦，算是被对方算是玩疯了，看看今天能不能够至少先攻下分数。对，其实看到东海的选手传盘部分其实都还算 OK， 但是选择性的部分可以再做一些调整，这样子。因为刚刚这个传盘也直接发生了失误，被对方给拨掉。对，现在国北在家门口一个反手的传盘，对，很迅速的就攻下了第2分。得分是背号88号的林嘉丽。其实最害怕就是这种在家门口前面发生的失误，因为对方是几乎很靠近得分区的情况下，应该得分的几率就8、9不离10了。但有时候我们会遇到选手在家门口太兴奋了，反而传了一个失误啊。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的防守者会读秒，你拿到飞盘有10秒钟的进攻时间，不一定要马上做出手，去找到一个比较好的出手的点去做传盘，是对我们的进攻是比较有效率的。因为你飞盘拿着，其实你也不能直接去想办法抄掉嘛，你不能去像篮球那样去抄。对，所以你就是必须，如果防守方要抄盘的话，只有在飞盘在空中的时候才能做抄截。是，所以等于说，其实要进攻方就可以更稳定、更稳当的传盘呢。比数目前是2-0，这是85号的队长曾方珍，国北教大。看起来方针目前连续打了第3分哦，还好今天天气是没有像昨天那么炎热，所以选手的体力流失比较不会那么快。然后的开盘也是开得非常非常的稳当，对，直接开到得分区里面哦。对，这是很多可能男性选手都可能做不到的一个开盘。国北还是持续的用区域防的方式。对，现在这个区域算4个定1个了。很漂亮突破一个长传。好，看看这个长传有机会可是但是因为他的队友其实完全都没有跟上对，队友可能没有意识到第一时间就会长传所以距离跟盘的落点其实落差蛮大的。所以等于这个远距的长传的尝试就发生了失误。国北教大目前是2-0领先，有办法接到吗？传的好像比较深对，这个位置其实传的还不错，但是进攻方的接盘者有去找飞盘的情况，我们可能第一时间要去看一下飞盘落点大概会在哪个位置，我们跑直线会比较理想一些。所以林慧君刚是可能跑动上面可以再做一些修正嘛？对，像我们平常看到外野手在接飞球的时候，大概转一个。看一下，然后就找到下一个落点，这样飞盘其实有点类似，不愧是看棒球接近30年的威力对吧？因为早上跟威力见面的时候，你跟我说你以前是森宝太阳，非常非常久以前了刚这个传盘也是稍微大意了，看一下，好像因为一出手就稍微有点歪，但是。应该是有机会接的对，这个机会应该是可以顺利得分可是可能角度接盘的位置没有那么理想。对，10号的韩宇珍很可惜，刚刚那个盘子已经到手中了，但直接滑掉。
我们看到场边抱着小朋友的是东海大学教练张维浩，毕业于国立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也是台体的学生哦。是，张伟浩教练他是右手抱着他的小朋友，左手指挥哦。对，这算一心多用啊。这也是蛮好的，在假日来带队，还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玩。其实我们现在线上蛮多的教练都是开始有小朋友的出场，看看这一片飞盘，哇，这个扑出去，但是没有顺利的接到。对啊，差一点点，这一接到就得分了，而且那个士气会大振啊。对啊，他刚刚其实已经完全就是想要用身体去接那一个飞盘了。对，还可以再做怎么样的修正呢？可能判断的接盘的落点没有那么理想，刚刚看起来比较靠近胸口的位置哦。所以导致他接盘的时候已经有点算是跑过头了。对，哇！结果东海又是一个在好像家门口前面的失误哈。溜球！哇，这个11号邱范轩也是有得分的机会。对，那如果说已经到了家门口，已经2、3次没有得分的时候，其实上半场有暂停，暂停有60秒时间可以重新做个 setting， 拿下关键的1分，或许对于队伍的帮助是比较大的。而且现场其实雨势已经完全的停止了。好，那这就是东海的机会喽。看看这个远距离的传盘，哇！但是好像也直接传到了对方的手中。好像这几次远距离的这个传导都没有到很，可是。看起来背号2号的精神队长陈雅轩都是想要一个反手传盘。我们看场上，现在是国北大大拿下第3分哦。第3分了，这个第3分也是得得很轻松。对，刚刚看了一下陈雅轩2次的长传，队友可能都没有示意到。现在在换场的情况，应该是可以跟队友说，只要我拿到飞盘，我就想要长传，让后面的跑锋是比较能够有意识的。等于这个跑锋，其实你要判断你们家的，你可以说控球或4分卫啦，就是他有没有这个意图想要长传。是，尤其你的这个跑锋，你要判断这个跑的时机就很重要了。比数目前是3-0，时间才大概进行了10分钟而已，国北教大就已经是3-0的暂时领先。我们看到场上很多选手都会在换场的时候拿水啊或者运动饮料给场上的选手做补充哦。因为场边的队友帮忙拿，也可以让场上的选手减少一点要跑动的距离。是因为我们这个开盘的接盘失误就直接失误这个也是在家门口对，这样就直接攻守交换了哦。对啊。所以我们在跟选手说，如果这片飞盘你没有100%的把握可以接起来的话，你可让它落地，再去开始进攻是比较理想的。可是刚刚这片飞盘看起来不太难接，可能是飞盘比较湿滑一些。是，好，看起来是要让队长85号的曾方珍来处理这个 play。好，接到就得分了，4-0。看起来今天双方的实力跟昨天感觉没有那么有竞争性哈。因为国北教大昨天是11-0哈，看起来好像还是必须要先从基础做起了，先避免这些，比方说像刚开盘的这些接盘的失误。对。4-0，进行到第12分钟。国北教也有些男子组的选手刚比赛结束哦，然后到旁边帮女子组的选手做加油。对，应该其实是不止一间学校是同时有报男生跟女生组哈。对，其实蛮多学校都是男女都有出队，有的时候打混合组的时候，刚好学校就可以派一支队伍出去这样子。是，所以可能学校参与的人也很多，所以这个比赛的选手就数量就比较多，至少在练习跟比赛上面都比较不会遇到问题。是，好，依旧是让队长曾方珍来开盘。他这次4次的开盘的位置几乎是一模一样哦。
有够准。场边的这个自己家的男队友啊，高喊着 defense。这个强悍的防守让目前落后4分的东海，光是短距离的几个传导其实都显得好像很吃力哈。我又小心，哦呦，差一点点哦。光是连接盘都真的显得很吃力。对，右手边其实有个机会哦。但场上应该要喊一下声音会比较。哎呦，这个的传盘，这是不是刻意的吗？还是？应该是读秒时间快到了10秒，所以他想要往前传哦，但是又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向，让飞盘出了界。是，那国北交大从出界的点，然后开始进行进攻。好，国北交大4比0领先，依旧还是让队长曾方珍来处理这个 play。以目前的防守，有可能又是一个反手，在场地左侧有机会进攻哈。对，看起来左侧有机会，再来一次。第2拍跑出来了，场边又开始摇铃了，再添1分，看看这个曾方珍的传盘。是往空档传，然后让自己的队友跑到那个位置去。国北交大拿下1分就可以进入中场休息的时间了。没错。所以这个飞盘运动的你叫传盘吗？传盘的。传盘，这传盘其实也跟篮球蛮类似的，就算你在跑攻守转换在做那个 leading pass 的时候。其实也是你要传在你的队友的前面，让他去追那一个球。对，没有错。跟飞盘其实是蛮类似的。是，我们在飞盘的传导上面的话，如果你让你的队友是站着接到飞盘，其实那个被抄截的比例就很高。你应该是传到他前面，让他去追那个飞盘，然后了解他的速度，以接盘的习性，然后在他前面接到是最理想的。因为飞盘它除了有速度之外，它是有一个弧线的，所以让队友去追着那个飞盘会比较好处理。对，甚至有时候我们在比赛场上，我们不一定是一直往前进攻，有时候退个15公尺、20公尺的传盘，回到中场的中间，然后再继续进攻是蛮理想的。还是一样，曾方真的开盘非常的漂亮哦。对。场上有一个肢体的碰撞，是不是有肢体接触？哇，应该是10号韩宇珍。可能双方确认没问题。对。应该是没有摔得太严重哇呀，又是失误啊！哇，那这个失误很可能会让国北交大很迅速的再添得第6分。第6分就要进入到中场时间了。蔡美君找到曾方珍，是，再找到蔡美君。蔡美君现在穿的是6号。蔡美君是毕业于清华大学学士，现在在国北交大攻读硕士。是，这都是这个国立非常非常好的学校。好，这个弧线有接起来，蔡美君，好，示意队友走位，好，再回给曾方珍。对，队长曾方珍，好，稳稳的。再度示意队友走位，来当交通部长。5比0了。比赛第17分钟。哎呀，这一次想要给到85号的队长曾方珍，但是发生了失误。感觉这一波有刻意放慢了传导的速度但是最后还是发生了失误。对，其实上半场国北交还有一次暂停可以使用如果说可以喊出暂停，再打一个战术，或许可以把上半场最后分拿下。是。好，刚刚是精神队长陈雅轩，东海大学，面对对方的区域防守，好，先往后传。哇，这个传盘，哎呀，一传出去就太低了，发生了失误。喂，哇，一失误之后，一传就到位，第6分拿到了。对，很快速的攻守转换国北交拿下第6分。没错，在比赛进入到第18分的时候，
看一下刚刚队长曾方珍的这个一传，直接到位。好，所以上半场这个6-0，国北教大。所以准备进入到了中场休息3分钟的时间，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比赛现场。教练，我们是队长哎，四双运队长啊。来播一场。你会在讲话？他是不是？欢迎再透过我们的现场直播，一起来欣赏东海大学对上国北教大，这是公开女子组的复赛，13学年度大专杯飞盘争夺锦标赛。这场国北教大跟东海大学上半场其实好像比赛跟昨天蛮类似的哦，国北教大又是一个很强势的开局。对，双方的实力看起来还是有一段的差距哦，但是时间其实还够。所以看东海大学下半场有没有新的一些组织进攻的机会，可以让自己的分数可以慢慢的追赶上来。因为昨天是被对方11-0哦，今天看有没有想办法至少先得1分哦，比昨天进步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好的结果。对，没错。好，所以上半场是国北教先防守，下半场换成东海大学先防守。是。好，陈亚轩精神队长来开盘。哦，看他的开盘就了解，刚刚在上半场的时候，他有几个反手传盘，哦，传盘的距离是不错，哦，但是队友如果可以有意识到的话，或许可以在下半场多得几分哦。是，好，林嘉丽往中间送，比赛目前准备要进入到第22分钟，哇，几乎是盘到人到哦。几次的传导其实很轻松的又得分了，7-0，背号6号的蔡媚俊。哇，看国北教的这几个传导，看起来就像看教科书一样。对，每一片的传盘都是非常非常的稳哦，那他们的队友的跑位也是相当的有经验。7-0，这下半场好像不到2分钟就得分了。或许国北教可以利用这场比赛最后的一些时间来研拟一些战术，让他们在4强赛的时候可以有更有的竞争力哦。而且是不是有换了几位选手？对，他们场上选手有开始陆续的做一些体能上的调节。看起来应该是胜券在握了，所以也做一些调整。
好，依旧让队长曾方珍来开盘。那我们看到场边，其实国北教跟东海大学的男子组都比赛结束了都在旁边帮女组加油。对，这也是我觉得在玩飞盘场上当中，其实团队合作非常好的一个方面是，哇，这个开盘又在界内，哇，真的还是很远呢。好，我们现在的防守策略改为1对1的防守好，改为1对1的防守。哇，这个传盘好像也稍微大意了。哇，而且这个失误就让对方攻下第8分了。96号的涂妍如得分，攻下第8分。24号的选手，这一传直接到位8比0了。国北教在这一分得分之后换了3个人，做一些人员上的调整。是，可他们的主力曾方珍以及蔡媚君，还有林嘉丽，目前都还在场上。是，刚应该包含了这个68号的周子轩，还有其他几位的队友都上来。比赛准备要进入到第25分钟。所以像场上的曾方珍，他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选手嘛。是，因为刚刚场面有看到几位的选手，就其他学校也都有穿我们中华队的球衣。所以飞盘项目这个运动，在我们中华队如果要出去比赛的话，如果在国内的话，最高层级应该是全民运动会。对，他们全民运动会就是以县市为单位做初赛这样子。是。全民运动会的人数的话，是一队会有13男13女，是，然后打混合组的比赛。那明年度的全民运动会就是在我们桃园做举办。是。国内最高层级就到全运会，所以目前还在努力看有没有机会到可能亚奥运的项目，可能先往亚运的项目来努力看看了。对，因为我们的飞盘是所谓世界运动会的项目是。世运会的话，在2009年高雄世运会，那我们台湾也是有出赛的这样子。好，刚刚是6号的蔡媚君精神队长找到了68号的周子轩得分，再添1分，9比0了。我看起来国北教的主力选手几乎都没有休息因为看了一下赛程，他们今天这场比赛是礼拜6的最后一场比赛，下一场比赛到明天上午的8点，所以可能想说尽可能的把这个比赛尽快的提前结束，然后好让回去多多休息一些。因为明天的8点钟，也就代表说因为你8点比赛，你不可能8点才到嘛，每天都会提早个可能至少1个小时或1个小时以上。所以你可能起床的时间又要更早，女生可能梳妆打扮又要多花点时间，所以早点比赛打完的话，又可以多一点的休息时间。有接到，哇，差一点点。对，今天场地真的是相当湿滑可是现在没有下雨的状况是比早上好蛮多的。对，好，也希望东海大学可以加油。哇，这个传盘又是一个出界觉得力道上好像不错，但就是方向已经出界了。对，一出手就出界，所以会以出界的那个点就开始攻击蔡媚君又找到了曾方珍，又是一传直接到位再添1分。看一下刚刚蔡媚君找到了曾方珍，2位队长的连线，10比0。停牌了。前一场台体跟高一应该是进行了32分钟，目前是这场进行到了第28分钟，10比0。
好，现在蔡美君在跟队友们示意一下待会防守的策略哦。好，每次的得分或是被得分之后，其实场上的队长或是精神领袖都会出来提醒一下彼此。场上的沟通其实就显得很重要，因为你场边有的时候暂停，教练其实没有太多时间讲太多的战术或是一些注意的事情，所以可能队长讲的这些话在场上就显得很重要。是，其实场上的沟通比教练在场边喊的还有效哦。好，东海要小心，就是这种传导上面的失误。哎呦，又被对方拨到，哇！而且刚好踩到了旁边的这个水洼里面去了。好，现在曾方能在示意他队友往前站一些哦。哎呦，哇，这个还没有接到飞盘，哦，就转身了，想要出盘，然后盘群再回到东海大学。是。好，这一次远距离的传盘。好像东海大学这今天几次哦，这种远距离的传盘都没有收到好的效果。哎呦，差一点点，好像力道也稍微轻了。对，这个传盘意识不错哦，但是没有传到位。好，双方都是几次的远距离的传盘。哇，好像就是这样，其实还蛮轻松就到位了。进行到第29分钟，蔡美俊，哇，找曾方正的时候也发生了一个比较可惜的失误。好看东海大学在距离家门口大概10公尺左右的距离，有没有机会拿下本场比赛的第1分哦？对，这应该是东海大学这场比赛最好的一个机会了。哦，很漂亮的一个 cutting， 对。好，再一传就有机会得分了，想办法先破蛋吧。再一个传，哇，这一传要非常的，哎呀，这个颠倒盘还是落地了。对，刚刚看起来已经秒数可能到了8秒、9秒了哈，急迫性的出手。就持盘的10秒内必须要传出去。对，没错。那这个是建立于防守者有读秒的情况之下。OK 啊，如果防守者没有读秒啊，那你就是无限的进攻时间。进攻时间 OK。所以一定要有对位的情况下哈。对，是你必须读秒时的距离必须要在3公尺之内，而且你要让进攻方听得到你的声音的情况。是。哦呦，还有哦，在界内拿到。88号的林嘉丽，再找到蔡美俊，是蔡美俊往前送，得分了。最后是给到了自己的队友，又是很轻松的一次得分，所以第11分得到。看看这个最后1分，哇，其实好像看了一下，没什么太多的犹豫哈。对，第一拍一拿到，直接就往前送了。对，看得出来国北交大的进攻是相当顺畅的哦。是。所以这个连续2次的对战，国北交大都是以11比0，这个提早几乎这个30分钟就再度击败了东海大学，也恭喜他们拿下了比赛的胜利。好，下一场比赛呢，我们刚刚收到的讯息哦，预计是2点10分会来进行下一场，应该是由台大要来对上的是成大了，待会应该进行的是男生组的赛事。好，也请大家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了，拜拜，拜拜。